15天夏威夷邮轮从洛杉矶出发，我满怀着期待展开这15天的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异国风情。这一切看似梦幻般的假期，现实真的有那么美好吗？是被热情的夏威夷风情彻底征服了，还是被旅程中的小插曲搞得崩溃不已？这趟邮轮旅行，船费、内舱房一个人美金100元加税金港口费，总共一个人美金300元有找。那另外邮轮公司再提供 OBC 一个舱房200美元，这我都拿来付小费。哇，这么好康，我只付别人对折再对折的价钱，真的赚到了吗？另外，海上漂的日子无聊吗？那邮轮美食多到爆，吃饭像在过纪念日。那该自驾游玩到满，还是无脑跟团，还是轻松自由行港边随意走走呢？想要详细了解我更多的4大岛岸上观光，接下来的夏威夷邮轮系列中，我将会针对每个岛屿分别制作成一集，一个个的来跟大家分享。欢迎收看15天夏威夷邮轮旅行第1集，吃好玩好还不够，赚到了还是该后悔。我是南加州居民，所以这次从洛杉矶 Long Beach 出发呢，正好让我省下了一段内陆的机票费。也许你会好奇，为什么我又选择了嘉年华邮轮？那其实这也是我能拿到优惠票价的原因之一。想要了解更多的邮轮订房省钱秘籍，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，那连结我会贴在荧幕下方的说明栏。和多数人一样，一上船我们就直奔 buffet 餐厅，开始我们的坐月子邮轮行程。原本我还自信满满的唱着白浪滔滔我不怕，结果竟然被浪虐成了废人。上船的第1天呢，我还开心的满船跑，拍美照，大口的吃美食。结果才过几个小时，我就像被海神诅咒一样，直接倒下，生无可恋的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。第2天呢，我彻底投降了。美味的意大利面摆在眼前，我夹起1根2根，然后就默默放下刀叉，心里默念着，请让我撑到夏威夷吧。更崩溃的是，我们的房间是在船头，也就是乘风破浪的 VIP 晕船区。所以下次跨太平洋航线有人跟我唱白浪滔滔我不怕，我一定会祝福他 Good luck。邮轮海上漂的日子，活动、表演、娱乐样样有，就怕你不参加。那以我参加的嘉年华夏威夷行程为例，不靠岸的日子呢 ，Sea Day 船上的活动多到爆。例如在表演活动方面，有冰雕秀、脱口秀、歌舞表演等等精彩内容，还有各种的课程教学，就看你要不要参加而已。那这些活动都是在海上日提供，不需要额外的付费。而且遇到节庆，邮轮上的气氛会特别的浓厚。那这次航行期间刚好碰上情人节，船上举办了 Renewing Vows， 重新承诺爱的宣言。那现场气氛充满了浪漫的氛围。我会在 Sea Day 安排一场精致的餐饮体验，那确保每一个海上漂的日子都有一个独特的主题亮点。那先来说说邮轮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家付费餐厅——主厨餐桌 Chef's Table。晚餐开始前，先来个全体大合照，然后接着参观邮轮上的中央厨房。主厨桌上的每一道菜都蕴含着巧思，那上菜宛如巨星登场，惊喜连连。每一道菜就像是一件件的艺术品，每一道我都舍不得吃。那整个氛围呢，就像在过纪念日。
用餐过程中还有魔术秀，我甚至被指名与魔术师互动，亲身体验这魔幻的时刻。那关于这场主厨晚宴呢，我将会再另外制作一集，专门与大家分享。接下来谈谈主餐厅的正式晚宴 Formal Night。对了，这主餐厅的用餐是不需要额外付费哦。那这15天的邮轮旅程中，在 C Day 会有3个晚上的正式晚宴。除了晚餐的食材升级为龙虾和牛排以外呢，你还可以看到每位乘客都精心的打扮，好像在参加婚宴酒席一样。以下这些只有在海上日才不需要额外付费的餐厅，例如下午茶、户外烧烤，还有 C Day Brunch。那总之呢，海上日的餐饮通常会比靠港的日子好一些。另外不得不分享，我意外发现 NBA 篮球明星 Shaq O'Neal 的炸鸡素食连锁店 Big Chicken。在疫情前早有耳闻他的炸鸡店，但想不到我竟然可以在邮轮上吃到饱。现炸的鸡块酥脆多汁，搭配爽口的 O'Neal 酱料，真的太梦幻了。尤其是那薄片的薯条和那爽口的配菜，这简直是邮轮上的隐藏美食。当然，这也是含在船费里，天天都吃得到，不需要再付费。这个要是有带台湾咸酥鸡粉来就好，现炸的O'Neal这个。岸上观光的时间1天8到14个小时够用吗？那几个小时的岸上行程竟然一个人要200-300美金，该如何善用宝贵的岸上观光时间？这将是一门重要的功课。那以下是我对这5天的靠岸行程检讨与心得。10点钟靠岸下船后，我们和大多数的游客一样，走15到20分钟到 Uber 达城区，然后再到机场取车。那这一连串的流程下来，竟然花了我1个半小时，11点半才真正上路。还车的时候呢，我们还特别预留了1个半小时。我不后悔租车自驾游，因为可以选择喜欢的景点，爱停多久就多久，但一定要避免在卡胡鲁机场租车，以免浪费你宝贵的岸上观光时间。这是茂宜岛上最具代表性的必游观景公路之一，沿路的景观贯穿了热带雨林、瀑布跟黑沙滩。我们从机场取车开始，就一路跟时间赛跑，最终远征到哈纳小镇，再顺着原路返回。实在很感叹，时间非常有限，我们只能走马看花。关于 Road to Hana， 我的建议是出发要早，选择几个主要的停留景点。车上备妥食物与饮料。总之呢 ，Road to Hana 沿路的景点超多，绝对值得一游，但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领会它的美。靠岸的第2天，我们再次选择了自驾游。那由于已经在网上预约了下午2点参观古兰尼牧场，那这里也是《侏罗纪公园》、《金刚》等电影的取景地，我就冲着它的名号“上帝的疗养院”，说什么我都不想错过它。为了顺利抵达古兰尼牧场，我们只能沿途简单游览，随意逛逛，不得不忍痛放弃欧胡岛上的其他明星点，例如恐龙湾。不过这个侏罗纪公园没让我失望，100%用力推荐必访。原本计划傍晚要去 Waikiki 海滩捕捉染红天际的西洋鱼晖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我们在市区沿岸绕了40几分钟，完全找不到停车位。
最终无奈放弃，只能跟这片金色海岸的夕阳擦身而过。自驾加预约参团，如果时间没有安排好，一旦错过了预约参访的时间，心情直接进入蓝瘦香菇模式，快乐精灵，悔恨加倍。特别是市区的停车问题，一定要事先查好，才能玩得顺利，不留下遗憾。这一天，我们选择了自由行。因为前2天的自驾行程已经够充实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放慢脚步，搭乘免费的接驳车，在 Naili 港口附近的沙滩和购物中心悠闲地吹海风、拍照、吃喝买，不赶行程。我们完全没有压力，随性而自在地享受这一片宁静的海岛风情。不得不说邮轮上所卖的夏威夷岸上观光价钱让我望之却步，几个小时的行程都要美金200-300，那所以我们自己在网上购买行程，那意外的发现这个火山国家公园和赏瀑布的行程呢，竟然和船公司所提供的行程几乎相同，甚至还多出了几个景点，而且还比船公司便宜$111。另外呢，这也是我最省心、最有效率的一天。早上9点半出发，下午3点半送我们回到港口。那因为不需要自己开车，下船后只要无脑跟着走，就可以打卡多个知名景点。那当然，缺点就是每个景点停留的时间都非常的短。整体而言，到了靠港第4天，我们已经耗尽了脑力和体力。这一天，我们只想耍废，无脑跟团。所以这样的安排无忧无虑，又可以轻松打卡，参考多个景点，一天满足多个愿望，我喜欢。夏威夷邮轮旅行来到了靠岸的最后一站，墨西哥 Ensenada。因为扣除上下船与搭车的时间，那实际上只剩下3到4个小时，所以我们选择搭乘接驳车，一个人$4来回市区观光，品尝美味的海鲜小吃。我很自豪做这明智的抉择。那对于喜欢海鲜的朋友来说 ，Ensenada 绝对是个天堂。生猛活跳的海鲜非常的超值，例如一颗象拔蚌只要$5，那肥美的生蚝一颗只要$0.5。还有很多的墨西哥小吃，但唯一遗憾的是，我们在下船前已经吃过了早午餐，肚子根本装不下更多的美食。如果你不想跑太远，我非常推荐像我们一样待在市区，悠闲地享受墨西哥美食与海港风光。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是漂流在太平洋上。那如果你偏好紧凑行程、多元活动、不受拘束，那购买这行程前请三思考虑。这趟旅程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就是，我居然只花了别人票价的对折再对折，那便宜到有点怀疑人生。但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会先飞到夏威夷，再搭那种只跑4大岛的邮轮，吃住都在船上，不赶行程，还能好好的把这4大岛玩个过瘾。那是不是比我这趟绕一大圈聪明多了？更多精彩内容，夏威夷4大岛岸上观光到底值不值？欢迎继续关注我的夏威夷邮轮系列，看我怎么边玩边后悔。